宿舍熄灯后，我突然收到一个自称是未来的我的人发的短信，10秒后杯子会摔碎。我正不解呢，就听啪的一声，我室友的杯子摔碎了。这时弹出另一条消息，1个小时后你就会被室友嘎了。此时二狗正拿着扫帚清理杯子的碎片，季坤则在一旁用手机给他打光。原来是因为刚刚熄灯后太黑，二狗拿着杯子不小心跟季坤撞上了，所以才摔碎了杯子。至于宿舍另一个成员大牛，正在呼呼大睡，大家都在忙，所以这是谁发的信息？你是谁？在胡说什么？我是未来的你，我没有胡说，我说的绝对真实。我也不知道杀人犯是谁，但应该是宿舍里的人。大牛早就睡了，可能性不大，所以季坤和二狗很可能就是杀人犯。闻言，我不禁后背发凉，他竟然连我舍友的名字都能全说出来。但我也注意到他互相矛盾了，于是质问道：你说我1小时后就会被嘎，我嘎了，你不就是阿飘了吗？我不是阿飘，但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大脑了，在研究院里的缸中，我能联系上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要相信我，千万不能睡。这也太扯了吧！我马上发消息说我要报警，你这是恐吓，也是寻衅滋事，你最好赶紧坦白你是谁。突然一只手拍在我的肩膀，吓了我一大跳。你还没睡呢？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抬起头一看，居然是大牛，他不是早就上床睡着了吗？既然都没有睡，我想问件事，你们对马坤杰有什么看法呢？大牛口中的马坤杰是个轰动全国的大学生杀人狂，我心跳得更快了，难道是大牛有问题？当年马坤杰连嘎了5个同学，然后把人锁在衣柜里后，就潇洒地离开了学校。大牛怎么会无端端问起这个？此时季坤走了过来，那个人就是一个神经病，说人家都是抬举他了。可是我听说他也是有苦衷的，是为了复仇。他出身贫寒，被最好的朋友欺负霸凌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他也是条汉子，不是吗？我不同意，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该杀人。闻言，大牛的表情更怪异了。我偷偷看了一下手机，没有新的信息。那你说霸凌者是不是垃圾呢？你是吃火药了吗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呵呵，是的，你惹到我了。二狗，你也过来，今天这事不解决，谁也别想睡了。二狗才刚把水杯碎片清理完，被大牛的喊叫声吓了一跳。二狗，你就任由他欺负你吗？都不懂得保护自己吗？我明白了，原来二狗一直在被季坤暗中霸凌吗？回想起刚刚也是，明明是季坤撞到二狗摔碎了杯子，可是他不仅没有道歉，甚至连打扫的人都是二狗。大牛只是为二狗出头而已，所以他大概率不是杀人犯。难道凶手是季坤？你可别诬赖我。二狗，你自己说我有没有霸凌你？没有。你怕个鸡毛啊！我都给你出头了，你还缩着干嘛？难道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吗？二狗还是低头不语。够了没有？我没有欺负他，是他自己偷东西被我撞见了，我还维护着他。现在好了，非要都知道他是个贼是吧？大牛目瞪口呆，没想到自己的好意却彻底把二狗的遮羞布扯了下来。要不大家都上床睡觉吧，都冷静一下。大牛悻悻地转身回去，季坤也重新躺了下去，二狗更是一言不发。但我看到他的眼里充满了恶毒，我突然明白了他现在的心态像极了马坤杰。这时我的手机又弹出了一条信息，我重新查了当时警方的通报，凶手是外寝室人员，跟舍友无关，历史被改变了。那为什么你的记忆会跟警方通报不相符？应该是我的介入，导致你所在的时间线并没有出现我记忆中的未来。也就是说，你刚查到的资料是我干预后展现的未来。是的，另外我找到外企人的名字了，叫大狗，你认识吗？既然你能联网查询资料，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查到原本宿舍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因为案件被封禁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流出来，凶手是谁，有没有被抓到都没有披露。但是未来被改变之后，我马上就查到了，而最初的凶手我仍没有任何头绪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揪出来，不然的话今晚你还是有危险。原来如此，即使疑惑，我还是暂时接受了这个说法，但我完全不认识什么大狗。带狗，二狗，你赶紧查一查大狗跟二狗是什么关系。2分半后那边才发来信息，大狗是二狗的哥哥。我心里一惊，果然最初的凶手就是二狗吗？我抬起头看向二狗的床位，果然微微发着亮光，他是在联系大狗吗？二狗，赶紧睡觉吧，我哥也认识你哥大坤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随后二狗的床铺动了一下，光亮灭了，幸好他似乎听进去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大牛也好，季坤也好，听到我这句突兀的话，居然谁也没有发表意见，整个寝室又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。这时未来的我又发来信息，你做了什么？未来又改变了，这个案件又变成完全封锁的状态，看来是我刚才的话起作用了，但我还是大脑的形态，这说明你这天晚上还是嘎了。奇怪的是，都知道二狗是凶手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会被嘎？有件更离奇的是，虽然你联系了我，但其实我什么都没做，做出干预的人根本不是我，而是大牛。不对啊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大牛应该早就呼呼大睡了。果然如此，大牛看来有问题。我连忙发微信给大牛，你刚刚为什么会那样做？那你刚刚为什么没有睡觉？因为有人让我别睡。我也是，有人让我为二狗出头。
我直接开门见山。你难道也收到来自未来的短信了吗？他停了好几秒都没有回复我。我先坦白吧，我收到一个自称是未来的我的人发信息让我别睡，不然我就会嘎。而嘎我的是二狗或者季坤，所以我不怕你。我之所以会告诉大牛，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信任未来的我，我需要更多情报。2分半后，大牛回复道：我也收到未来的我的短信了，但是未来的我明确告诉我，凶手是二狗，说他被季坤霸凌了，实在忍无可忍，所以嘎他泄愤，而我俩则是顺手。但是现在我怀疑根本就没有什么来自未来的信息，是你在搞鬼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可能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二狗本来就有矛盾，你是借我的手去羞辱他的，你可真行啊！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，我跟二狗也没有过节啊。还装傻呢？二狗的女朋友不是你从中搞事情，才把他们给弄散的吗？我怀疑你还绿了二狗，不然你怎么可能认为二狗会嘎你？我根本没有掺和他们之间的事情，我只是单纯怕嘎。再说了，你收到来自未来的信息时，对方一定有用什么证明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才会信的吧？大牛似乎也懵了，憋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发来一条信息。他说出了只有我才知道的个人隐私，但是不排除你偷看过我的电脑硬盘里的岛国女老师。我顿时愣住了，未来的我采用的是预测未来的方式博取我的信任，为什么不采取说出我的个人隐私这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呢？我再次质问未来的我，请说出我初中时暗恋的女孩名字。然后我又问二牛，互相怀疑到这里就够了，今晚的事太诡异了，要不我们跟他俩都摊牌吧？不行，你以为只是今晚这一晚上的事吗？如果真有人起了坏心思，那就必须把他揪出来，不然以后你睡得着觉。现在二狗嫌疑最大，我们就从他这里入手。对不起二狗，刚才都是我的错，我在这里向你道歉。没事，我没放在心上，是我太敏感了。小白，你刚说你哥认识我哥，你怎么会突然提起他？难道你知道他的事？他什么事啊？他把我们宿舍4个人都嘎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哥也没说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他描绘的非常真切，连嘎人是把台灯打碎了他都记得。但是他从没来过我们学校，却能描述出那个台灯的外貌。他刚刚还发信息给我，我还没回。小白刚才说他哥认识我哥，我都吓呆了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突然提起他？二狗，你对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恶意？老实说，我确实不喜欢你们，我自卑，也没当你们是朋友。但要说恶意，还是差很远的。那你跟你女朋友是怎么回事？这就又绕回来了，还是我哥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绿我，他好像疯了一样。他还跟我说过，说是未来的他让他那样做的，他必须那样做。他刚刚还说马上就要来找我，我根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小白，你刚刚为什么提到他？你哥真的认识他吗？二狗，关于你哥大坤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有点担心，我怕他真的来我们宿舍怎么办？报警啊！而且我们宿舍这么多人，难道还怕他一个人不成？不，这并不是重点。你确定你有个哥哥叫大坤吗？对呀。你不是二狗，你到底是谁？竟然被你发现了，不过你是怎么发现的呢？未来的我说你的哥哥叫大狗，我刚才口误说成了大坤，而你竟然没发现我的错误。看来我伪装的有点失败啊，我确实不是二狗。那你是谁？你们猜我为什么要一直把话题引到大狗身上？因为他真的是凶手，也真的会来嘎了我们。我虽然骗了你们，但我并没有恶意。我并不知道二狗是什么时候换了一个人的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诡异技术。现在更奇怪的是，我们几个人已经在这里说了那么久的话，季坤完全没有理睬我们。他并没有那么嗜睡，那他为什么不出声，甚至一点都不好奇？季坤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仿佛一具 ST。你不是二狗，难道你是季坤？是的，准确的来说是未来的季坤。时间悖论你们都知道吧？我不能跟过去的自己直接会面，所以在我连接到二狗身上的时候，我必须让过去的我陷入沉睡。我跟大牛面面相觑，这到底是多远的未来？不仅能跨越时空用短信跟我们联系，甚至还能直接占用别人的身体。兄弟们，你们要相信我，那个大狗他真的正在赶过来了。至于原因，我在二狗的手机里也找到了，他抑郁了，不断跟他哥诉苦，把事情都怪在我们寝室其他人身上，所以他哥就说过来帮他解决问题。我记忆中的今天，我们仨都早早睡着了，然后就嘎在了梦中，再活过来我就成了某个实验室里的缸中大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待遇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，但是随着科技慢慢进步，我能操控的计算力越来越多，我终于找到方法打破时间墙，回到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了。至于为什么没报警，是因为哪怕是在未来成为缸中大脑能查到大部分资料的我，也没办法查到最初的今晚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怕报了警，来的反而是特别部门，我会死得更快，因为我肯定有很有用的特别之处啊，不然我怎么会成为缸中大脑呢？我们想要活下去，除了要防备大狗之外，一定还要搞清楚到底我有什么特别之处。我跟大牛听得目瞪口呆，但是这个未来的季坤，他似乎并不知道未来的我跟大牛也成为缸中大脑了。大牛快人快语，
一下子就把这事给问了出去。不只是你啦，我们嘎了之后也成为缸中大脑啦。没错，你不是也说了吗？今晚原本我们仨都是老早就睡了的，但是你想想，今晚最先干预事情轨迹的是谁？是大牛，因为他收到了未来的他自己给他发的信息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收到了信息，但未来的我们居然无法实现互相联系吗？是的，我们在系统上还是被做了限制，难怪你们能这么轻易接受我是未来的姬坤这件事。未来的你们有没有让现在的你们做什么奇怪的事？就是在帮我自己找凶手，避免被嘎。怎么了？那我提个醒，你们要注意，可千万不要像二狗一样被未来的你们给夺走身体了。你连接到二狗的身体里需要什么条件？他要无条件相信我。我心里一惊，因为未来的我确实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让我要相信他了。他是想要占据我的身体吗？此时未来的我发来了信息，我不知道你初中暗恋的女孩是谁，因为我说谎了，我不是你，但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想把你从那里救出来的。那你到底是谁？他的回答却让我再次陷入了沉思。我是你现实中最好的朋友，我叫张小璇。你还没发觉你现在所在的根本不是现实世界吗？我所在的不是现实世界。我抬起头看了看仍在说话的大牛以及未来的姬坤，脑中充满疑惑。这个晚上发生的一切确实太魔幻了，时空交错就算了，来自未来的人还能随意占据别人的身体。那我所在的是什么地方？是地狱，你会在今晚被嘎得很惨，然后你又会再次轮回，直到再被嘎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能预测你的未来，因为那根本不是未来，那是已经发生过很多遍的事了。但这一次我必须把你救出来，这是我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这情况跟未来的姬坤说的一模一样，他是在获取我的信任，从而可以实现占据我身体的目的。既然都已经发生过很多遍了，那为什么还要让我找最初的凶手？你应该知道凶手是谁不是吗？因为其中一个凶手是我害你困在这个地狱里的。我都懵了，他还在发着信息给我。原本你只是被困在一个普通的循环空间里，但是我为了救你，想要回溯过去，结果导致你被困在了过去的时间点，并且进入了更糟糕的循环。我知道你以为你是在2024年，但你看一看，其实你是在2018年。我能跟你联系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努力回想一下，然后你就会相信我了。我迅速退出短信界面，看着手机日历上的2018年，陷入了沉思。如果我选择相信你，我需要做什么？你接下来又会做什么？找到最初的凶手，然后一起离开这个地狱。只有找到他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我吗？你也在这里？我马上就到了，开门让我进去。我更惊讶了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有点紧张，生怕被识破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大狗来了。同时，我的手机上也弹出张小璇的信息。敲门的是我，开门。不对，难道这个所谓的张小璇就是大狗吗？我没了主意，只能试探性的询问未来的姬坤。你刚刚不是说他来了你就有办法，现在要怎么办？当然是干掉他了。等一下，带狗就是你吧？我不是，大狗是不存在的，是我编出来的名字，包括前面的一切都是我编的，目的是稳住你，因为我始终不知道最初的凶手到底是谁。就算找到了，又要如何对付他？危险又是什么？我会消灭他，我会带你走。危险就是你会永远被困在地狱里。我突然想起另一个疑点，张小璇，他从假装是未来的我，到他承认他不是我，中间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他在做什么？我发现我还漏掉的一个细节，这个晚上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听我的话。我对大牛的要求，我对二狗的要求，我对姬坤的要求，他们不仅没有反驳，大多都默默的去做了。我好像弄懂什么了，这里也许真的是地狱。我也猜到最初的凶手应该是谁了。我怀疑张小璇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因为他前面跟我兜兜转转那么多，还假装成未来的我，大概率是不想让我察觉到这一点。你们都跪下。他们就真都跪了下来。我发现自己的主观意识越清晰，他们就越能接受到我发出的指令。然后我默默地走到宿舍门前，我直接开口质问门外的张小璇。刚刚你消失那段时间，是因为你进来这个地狱了？是的，我本来并不在这个地狱里，但是我抱着必嘎的决心，如果不能救你出去，那就一起嘎在这里。快开门，我会带你出去。我笑了，然后回答道：不用了，你走吧。外面的张小璇明显噎住了，我淡淡的解释道：因为我知道最初的凶手是谁了，而且他没有办法被消灭，因为他就是我呀。我终于弄明白了，这里确实是地狱啊。寝室里的人，大牛、二狗、姬坤，他们都是我。大牛是长大后的我，自以为是，总觉得自己能帮到别人。姬坤是嘎了之后的我，嘎都嘎了，却还是那么不安分。而二狗则是我的童年，被霸凌、被嫌弃的童年。我泪流满面，我终于恢复一点点记忆了。老张，你走吧，开了门你也会嘎，有你这个朋友我很开心。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，等我，吓死我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是时候原谅自己了，不要再继续循环惩罚自己了。大牛、二狗、姬坤，让我们一起嘎在这个地狱吧。